1到4节。这一段经我刚说了哈，从头到尾是一句话，希腊文里面是一句话啊，用了很多的从句啊，然后呢来把这个就是很精美的表达出来。那么你也可以说这句话是新约最美的一个句子，它的架构非常的精密，就是说语法啊，就是我讲你写长的句子其实不难，对吧？你就加连接词就好，你加和嘛，对吧？啊，我早上去上学啊，然后碰到了谁是吧？然后我跟谁一块吃饭，然后我又怎么？你就加然后和不就好了吗？但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章1到4节里面，如果你看希腊文，你发现啊，它一个连接词都没有用啊，所以说这一句话是非常复杂啊，它就是这个可以说一开始就表达了它的这个希腊文的功底，而且它的词汇也很特别。你发现它在1到4节里面完全没有用到宗教的词汇，没有用到犹太人的词汇，没有提到上帝，没有提到圣殿，没有提到祭司，没有提到大卫啊什么这都没有，全都是世俗的词汇。似乎作者是可以选择这个词汇啊，就是说他特别故意选的啊。第二个是中文看不见的，就是说他可以用很长的单词啊，就是说你这个看不出来，就是说你看希腊文你就看出来了，哇，他这个不仅句式复杂，同时它的单词也非常非常长啊，很深奥的词。那就表明什么？表明好像你这个就好像你写英文的时候，你用一些比较难的这个单词，很长的单词，表明你英文好，是吧？啊，为什么要这样提呢？因为从第5节开始就完全不一样了，字句开始缩短啊，不但缩短了，而且用了很多连接词，没有了复杂的结构，也用了很多简短的词汇，充满了犹太人的词汇。提到祭司、义人、诫命等等都是用了很多宗教的词汇，就感觉好像前面4句就是写那个文言文一样，写《论语》文言文很优美，后面就开始用那些报纸、报刊的词汇为什么这样？就是为什么路加要改变这个风格？这个很关键啊！所以有些人就说：“哎呀，你看这就不是路加写的，从第5节开始因为前面你写的那么优美像大学生写的。”一个文人写的这个文章一样，后面就感觉变成小学生的风格了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就要问，就是从他的写作风格上面也表达他背后的神学这个真的是很厉害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读其实是一本的时候，你就能够发现这个差别，就是其实是一本它的风格。就是跟从第5节之后的这种风格很像的，就是它的这个希腊文的翻译很简短，而且用了很多这种连接词所以前面1到4节你读起来的时候就有点像你读希腊的，比如说当时的那些比如历史学家或者是文学家，他们写作的时候那种风格就是写得很好嘛，对吧？但是从第5节开始的时候，你感觉他写的就是像一个就是像这个其实模仿其实是一本，所以他要表达的神学是什么呢？在这里就是说这个就好像你看，我不知道大家比如说我们看和合本圣经就是你读和合本读多了，如果你写文章的时候，你有些时候写的时候可能也会用和合本那种风格让大家觉得这个读起来很像读圣经的感觉。所以路加其实也在这里，就是他从第5节开始，他就是要告诉读者说，他现在写的不是世俗历史就1到4节，如果你读的话，你感觉到它好像像一个世俗历史一样就是这种开篇就是很像那些当时希罗多德等他们写历史书都这样开篇的反正就是这种风格。但是呢，犹太人一看从第5节的时候就发现不一样他们就知道这个不是在写世俗历史，这是在写什么？
救赎历史，是圣经的历史，是神在神的子民当中的工作。所以你光从这个文法当中，你就能看出它的这个特色就是说他在模仿其实是一本模仿这个圣经来去写。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平时讲话的时候，我们都用普通的词汇嘛，对吧？但是你祷告的时候，你可能或者尤其是你公共祷告的时候，你就可能会用一些比较独特的词汇，对不对？英文里面也是一样的有专门的词形容描述神怎么称呼你对吧？等等就突然会改变，因为场合不一样。所以犹太人一读就能读出来那你不读希腊文你是读不出来的。那同时呢，我们也讲不仅是文法，而且这个有很多的主题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刚刚讲了，在两约期间因为犹太人这个知道这400年没有神的话，神已经不说话了嘛，因为没有先知，对不对？先知就是传递神的话嘛所以如果神的救赎工作暂停的话呢，那先知也就消失了。所以在两约期间400年，神的这个救赎历史的工作好像暂停了，就先知的工作也暂停了。所以新约开始的时候当神继续他的救赎历史的时候，继续在他的子民当中做工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自然会期待有先知的这种灵出现，就是先知的角色出现。那这个就是路加他要表达的。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2章里面彼得的这个讲道的时候，他特别引用约珥书，说在末后的日子我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就是说神的灵显现就是末世的一个显现所以这个末世就是说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一直到他第2次来都是末世所以也就是说耶稣的第一次到来，耶稣的降生可以说就开启了末世就这个末后的时代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来而开启的然后你看那个彼得的讲道里面约珥书里面就讲到说什么末世来的时候什么特别提到这个儿子、女儿、少年人、老年人、仆人、使女，对不对那你我带你们看一下他讲的这个约珥书说神在末后的日子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见异象，老年人做异梦，对不对？然后我的仆人使女然后怎么样你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些角色我们后面会看路加福音第1章第2章里面全部都出现了讲到了有儿子讲到施洗约翰撒迦利亚的儿子，女儿亚拿他特别强调他是谁的女儿，讲到使女玛利亚自称使女，仆人撒迦利亚仆人老年人这个西面这个年纪老迈，对不对然后呢他也说这个第2章里面也提到说，他说求主释放仆人安然去世，表明他也是仆人，对吧？所以你看很有意思，就是这个路加在讲到在他开篇来介绍这些人的时候，他其实有意的在回应约珥书里面的预言已经应验了，就在耶稣诞生的时候约珥书里面的预言已经这个应验了而且他们都是怎么样？他们都是被圣灵充满，讲预言，发出这个先知的一个预言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先知的工作又开始了，就表明神的工作又继续了，是吧？那当然路加里面也讲到了，他呢并不是亲自跟随耶稣的他是说照传道人起初亲眼看见是传给我们的所以他说我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按照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需知道都是确实的。然后再讲到这个前面的这个对应的时候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从第5节开始到第2章就讲到整个历史讲到犹太叙利王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在神面前都是义人，但是呢他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这里面呢有几个重点我说讲第一个就是强调
就是你看到讲到耶稣降生的时候，他其实并不只是讲耶稣生下来那么简单，他是关于神的子民神的百姓是以耶稣的也就是耶稣的传记嘛，对不对？但为什么要以这样的开篇说他们没有孩子，说他们是义人你很少看到这个教会演这个圣诞剧的时候会提到这一点，是不是为什么要提到她不怀孕呢？没有孩子，因为等于我们会看到路加所前面记录的内容跟创世纪这个救赎历史的一个对照，你会看到很多的对照。我等一会给大家看一个对照的表，因为你发现如果你看旧约讲到不生孩子的就那么几次，而且呢那几次不生孩子都很重要哪几次呢？刚才有同学提到亚伯拉罕和以撒这个撒拉生这个以撒这是一个他没有儿子，但神赐以撒给他们是儿子，结果以撒也不育，是不是？那后来神也扭转他的这个命运，生下这个双生子。那雅各的命运也很复杂，也是不能生孩子，所以你看有3次，3代人都不生，是不是？所以你就知道这不是意外所以摩西其实在写这个的时候，他是要表达什么呢？就是说神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以色列本身有什么优点，是神的恩典反转他们的命运，对不对嘛？所以这个不孕的妇人在旧约里面是个很重要的主题还有一个主题就是那个次子代替长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表明这不是人的工作，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个主题还有提到什么参孙，是吧？也是他妈妈这个不育，神要借着参孙那生下来，你看扭转了以色列人的命运然后呢到了这个王国时代，哈拿也不育后来祷告上帝给他就生了撒母耳，开始了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王朝的时代所以你看到在以赛亚书54章里面有提到说不孕不育的要歌唱要欢呼为什么要提到不孕的妇人要歌唱？因为那个他是要讲关于神的救恩来到，以色列人当时被掳嘛，神要让他们归回，所以先知呢他会用这样一个不孕妇人的主题来表明这是神的作为，神有他一个奇妙的这个干预在当中。所以在这里提到他们俩不生孩子也不是偶然的，也跟这个旧约都联系到一块然后呢我把这个创世纪跟路加福音第1章里面所有的事件都对应起来，你就发现他讲这个不孕的时候他不仅仅只是讲不孕这个事件，他很多的东西都对应到一块了。比如说你看这里讲到撒拉不生育没有孩子，还讲伊丽莎白不生育，对吧？然后这个神就对他说我要让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然后天使也说他在主面前要降为大然后呢这也是说我必耶和华对亚伯兰说我必赐福给你愿天地的主怎么样赐福给他。然后呢天使也是对玛利亚说你在妇女当中是有福的怎么样然后呢提到这个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然后你看玛利亚颂里面他特别讲到神呢记得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不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你看到一切都赐给你的后裔怎么样玛利亚特别讲了为了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你看然后他说至高的神要把敌人交在你的手中加百列对玛利亚也说他是至高神的儿子他对亚伯拉罕说你不要怕，天使也是对他说撒迦利亚你不要怕然后呢讲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他为义，这里面也提到说他们两个是义人这都对应到一块了他包括这个没有孩子不生育，还有呢后面还有很多他说我必赐福给他，你要生一个儿子，是吧？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这也是一样，你们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是吧？你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亚伯拉罕心里就笑，100岁还能生孩子，撒拉都90了还能生吗？对吧？撒拉心里也笑，然后撒迦利亚跟伊丽莎白也是，我2个人年纪都老迈了，对吧？不行，生不了了然后呢
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然后天使对玛利亚说：“对吧？出于神没有一句话不带能力的。”然后他们就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伊丽莎白怀孕撒拉怀了孕然后撒拉说：“神使我喜笑这也是伊丽莎白就说神让我这个和他一同这个快乐把我从人间的羞耻去掉。然后撒拉的孩子渐长就断了奶，夏甲的孩子神就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施洗约翰也是，你看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就住在旷野提到耶稣的时候也是，耶稣的智慧身量神与人喜爱的心都一同增长。你看到没有这个对应看到了吧？是不是路加在模仿？我们刚才讲模仿，对不对？他就是在模仿创世纪，在模仿这个救赎历史他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些故事，现在模仿到了这个耶稣他的这个降生这个上面，是吧？所以你说他写的时候，他有没有这个故意的这样设计肯定是这样的嘛，对不对？他包括一些用词包括对话都是刻意的在模仿这个旧约这个亚伯拉罕跟神的之间一个对话就是表明说这是神自己的作为，是吧？凯撒奥古斯都，路加福音到了这个第2章的时候，特别讲到凯撒奥古斯都下了圣旨这个命令所以在耶稣降生以前，他首先提到皇帝的存在准确来说，其实那个时候奥古斯都他还不是皇帝他那时候罗马还是共和国只不过实际上他已经是皇帝了在凯撒在他之前呢，有一个人就是要独裁后来被刺杀，所以奥古斯都很敏感，他并不称自己是这个皇帝，坚持共和国但是呢，他有很多的名号人们就称他为大祭司，军队的元帅那还有我们后面会看到一些跟这个耶稣很像的名号，但是就是没有这个皇帝的名号所以这很特别因为在他的时期，他带来了所谓的罗马和平嘛以前有很多的内战现在这个接着罗马繁荣罗马和平那这个带来了盛世所以奥古斯都他是平息了当时就有点像当年中国军阀割据一样那他就是成为罗马的统治者，平息了这些动乱。所以后来我们这个8月份August 其实也就是纪念奥古斯都的设立8月。那么他是怎么样来控制这些动乱呢？他怎么控制动乱？他有几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用圣旨的方法就是因为那时候交通也不方便，是吧？所以他呢不能同时去很多地方，他就用传达圣旨的方式来表明就是表明他的一个这个临在那他的圣旨写的时候是有这个格式的。咱们以前皇帝写圣旨好像也有格式，是吧？你们看那个以前的这个什么宫斗剧都知道是吧？皇帝的圣旨一般都是怎么开头的？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反正我看电视剧都是这样的说什么奉天承命，皇帝诏曰，是吧？是这样开头的吧？罗马皇帝呢，他的圣旨也有一个开头的方式，就他的开头都是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所以你们要谨慎。”然后就列举他知道的事情，就是你干了啥所以这个呢，就是皇帝他要去控制当时这么大的罗马帝国不同的，他怎么能让这些人听话呢？就是一开始就是说我知道你们干了什么，我知道你们干了什么就表明什么？表明你周围肯定是有眼线的，是不是？你那时候通讯也没有那么发达你别想觉得天高皇帝远，想自己在那干什么坏事，我都知道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圣旨的格式。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觉得这个我好像在哪读过，我知道你们怎么样。当启示录第2章的时候，耶稣这个
这个跟他说要写信是吧？写信的时候，然后你看他每次写信的开头都是怎么说的？他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我知道你的行为；士米拿教会怎么写？我知道你的患难。写信给别加姆，我知道你的居所；特拉推亚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然后这个萨迪教会我知道你的行为；菲列拉菲教会我知道你的行为；老底加教会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看了没有？这个当年约翰来记录这7封书信的时候，耶稣在写信给教会的时候是用什么格式？是用当时罗马皇帝写圣旨的方式记录的因为我们现在读出来，如果他在这边每一次都写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你想一想，当时的人看到这个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他们当时还在罗马的统治之下是不是？你现在写信，你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你哪个皇帝？对吧？你想造反吗？你怎么能？你知道在古代，你要是这个伪造皇帝的这个圣旨，那直接就是砍头的，是不是？胆子太大了所以你看，在圣经里面讲这个就很多东西其实跟当时的政治有关系的为什么？因为这7封书信就表明是神现在坐在宝座上，到底是基督才是那真正的王，对不对嘛？所以当信徒拿到这个的时候，就知道你是拿到圣旨。只不过这个圣旨，这个皇帝呢，这个王是基督，不是罗马皇帝而且你知道这个多马当时这个见到耶稣的时候是吧？复活的耶稣那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对不对？还记得吗？他当时不是不信耶稣复活吗？耶稣复活之后让他把手指头让他去看一下他的这个钉痕，对吧？而且你知道我的主我的神这句话，这个也不是一般的话，那句话是刻在罗马这个钱币上面的就是他们那个钱币前面就是有这个凯撒皇帝的像，后面就是我的主我的神。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当时这个可以说表明这个到底谁是真正的君王，谁是真正的元首，是神谁在掌权所以你看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耶稣写圣旨给他的教会因为真正掌权的是主，对吧？那当时的人，但是你说这个拿起来很害怕，那看到这个是吧？如果被罗马帝国发现了还得了这是一个这是圣旨。第二个，奥古斯都控制第二个世界的办法就是他允许罗马公民上诉凯撒，他不是为了人民的好处，他是为了皇帝的管理。就是说这个所谓，这是为什么中国不想你越级上访呢？就这个原因，是不是就是罗马皇帝呢，他允许你越级上访而且你可以直接告到皇帝那里。这样的话，当地的这些地方的官呢，他们就要小心因为你想嘛，地方的官，如果你不那个啥，对吧？那你一个公民都可以越过你的这个掌控范围，直接上诉到罗马皇帝，那你还得了，是不是？所以你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就要小心所以这就是他们这个你也可以看作为中央怎么处理这个地方的权力的问题，是吧？那还有就是报名上册。报名上册呢，在当时并不是一个普查人口这么简单当时主要是2个目的，一个是征兵，一个是征税，所以百姓是很不高兴的。所以报名上册会带来，就表明政府要压迫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很紧张的这种动荡的一个环境当中，是耶稣基督降生。然后你看天使他特别讲什么？你不要害怕对吧？神要带来福音是关乎于万民的，为你们生的救主而且这几个字都是用在罗马皇帝奥古斯都身上的。这个是在这个应该也是60年代的时候，考古挖了一个石碑，
它叫普里埃涅碑文。就这个碑文上面呢，他就是写了奥古斯都就是他统治的时候的一些公告，是用希腊文写的。那这个公告呢，我把你就已经翻译成英文了在这儿你可以看一下他这个碑文上写的什么，就说奥古斯都反正就说他给这个他怎么样然后就说他是什么呢？说他是救主然后呢也特别提到他是这个超越之前所有的恩主这个恩主我之前有提到过吧，好像我记得。然后呢他也提到说就说这个奥古斯都的生日是什么的开始呢？福音的开始。他用的这个希腊文Evangelion 这个词就是福音这个词所以这就是说这个词这个是早于耶稣降生以前的事情所以说在奥古斯都的那个时候，人们就把救主和福音是用在他的身上，他是救主，他带来的福音。而天使报佳音的时候说什么？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这个原文大喜的信息其实就是这个Evangelion 就是福音。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你看这几个词汇就明显的对应罗马皇帝的。而且这个词对当时来说真的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这些词是只用在罗马皇帝身上的，你不能随便用的。因为你用的话，你就表明你又有一个王出现了嘛，对不对嘛？那你这不就颠覆国家政权嘛，是吧？所以这个对于这个耶稣来说，你可以说在当时是很强烈的跟罗马皇帝的对比。还有就是讲到我们刚刚讲罗马和平，在这里面也提到，就说是奥古斯都给罗马带来和平这个罗马和平呢，这个或者这个平安也在天使报佳音这里面有说到，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所以这个平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基督里那里来的，不是奥古斯都给的所以奥古斯都虽然可以说引领了这个罗马盛世，对吧？罗马和平，但是呢并不是他能够给人带来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是基督带来的你看这里面有很多的对应还有一些背景对应，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也跟大家讲讲。比如说这个 ecclesia 这个词这个词我不知道我跟大家有没有提过就是说这个词在当时是罗马议会就是 ecclesia， 那后来教会就直接把它拿过来用了。哇，这个也是很大胆的，是不是？就好像有一个新的国，有一个新的议会它是一个当时的政治的一个实体所以这个教会的产生直接用了当时政治的这样的一个议会的名号拿过来用的包括我之前也讲到耶稣接近圣殿，是不是他们怎么看待这个很强的政治性在当中。还有就是讲到这个罗马的钱币，刚刚我提到有说我的主我的神，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窦米西安，大家可能也知道，他后来不是逼迫这个基督徒嘛，就是大概约翰写约翰福音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看他刚才我们提到了，他用模仿圣旨的方式写，这就不说了另外一个呢，他在讲耶稣的时候，他说耶稣右手拿着七星，然后从他口中有一把两人的利剑。这就是包括刚刚讲的那个我知道，就这些东西对于当时的人看到的时候，他们非常熟悉的。当他说我右手拿着七星的时候，这个对于当时的人来说非常熟悉，因为他每天都看到七星。为什么？因为这个七星就是钱币，在这个你看，这是当时这边前面印的是这个豆米仙，反面是什么你知道吗？反面呢是一个小孩，你看到没有？这个小孩是豆米仙的一个夭折的一个孩子。然后呢，他下面坐在一个球的上面，这个是表明什么呢？这个是表明，这个球就是表明世界，就是罗马认为的，这个世界是什么？然后，罗马皇帝认为他们是神嘛，对吧？有所谓的罗马皇帝崇拜，把他们当成神明，
所以他的儿子虽然夭折了，但也是生命。他夭折了以后呢，他坐在这个球上，就表明他死了之后，他还是统治了这个世界。而且这个世界除了这个球，还有什么表明这个世界呢？就是这个球还有旁边的7个星。你看这，你数一数是不是7星？所以这个7星加上这个球啊，就表明了有点是当时罗马人对宇宙的一个认识，就是说这个就是全宇宙、全世界啊。我的儿子夭折了，他还是皇帝的儿子，他还是死后还是掌管着这个全世界。可是启示录里面啊，约翰却说是谁拿着这个7星？是基督拿着7星，是耶稣拿着7星，对不对？是复活的基督，是究竟是罗马皇帝拿着7星，还是基督拿着7星？在这里就很清楚的对应起来。所以在路加福音，包括约翰福音初代的这些初代教会很多的东西其实都有回应当时的政治。尤其是罗马帝国啊，罗马皇帝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让我们反思啊。按照今天估计就要有人说他们搞政治了哈啊，但是在当时你会看到，连耶稣的降生就是带有着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政治性来的啊，这个是当时的一些背景哈啊。好，那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大家没什么问题。老师，你是说这个？弟兄，你先说吧。你先说，陈妹。老师，我想请教，就是这边启示录，如果约翰他不是看见异象然后写下来的嘛？这个是借用了当时希腊罗马的一种政权的这种描绘拿过来，然后说明主耶稣是主吗？其实这是很好的问题，包括讲到这个要跟着约翰的这个他的特色要看啊，因为包括他讲到约翰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个巴比伦啊，他肯定不是指向巴比伦，还有讲到666啊等等，有人就认为可能他是在指向罗马当时的这个，因为启示录有4种不同的解读，他有没有说是针对当时的处境呢？我相信是有的啊，所以当时的人一看就能看出他写的时候暗指是什么。他就没有写那么明确啊，只是暗指。对，那你说他这个意象，这就是我刚刚讲路加写作的特点是一样的，就是到底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当时真实发生的事情，他到底看到了什么，和他要表达的神学，这个你要把它统一起来啊，就是包括你说他看到了大红龙啊，看到了这些，他究竟这些他背后描述的这些东西，他到底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意象。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他的描述来去想他描述背后要表达什么样的含义，至少是这个我们可以做到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还原当时所发生的历史，究竟说的是什么话，或者是看到什么样的意象，究竟那个图像是什么样的，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还原。我们有的是已经有的圣经的文本，然后透过这个文本本身呢来去看它背后要表达什么样的含义。然后跟当时的背景呢一连接在一块儿，你大概就比较清楚啊，就是说看到约翰的用意。OK，对。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借用了那么多就是当时希罗那边的一些词汇，比如说 ecclesia 或者是 eirene 平安等等，那他会担心当时的读者会把外邦的一些概念拿来读这个信件嘛？就是他不会混淆。我好像觉得有点，就是他可能希望说把外邦的一些词汇用圣经的解读，然后把它归正了。这从这个作者的角度来看，可是读者他有能力不受外邦的文化的影响，正确解读吗？这个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在这里问？对，这些是很好的一个问题。那尤其是在这个就是你看福音书的作者其实整个新约的作者他们都有这个特点，就他们在引用比如说旧约经文的时候，看起来都很随意的，然后呢也让你觉得好像找不到当中的一些逻辑。但是呢，那是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
我们不是当时的就是直接的读者啊，我们不在那个文化和处境当中，所以我们感受不到他们这样直接引用这样说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就好像我现在说911，你马上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对吧？那如果是2000年前我讲911，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你懂我意思吧？就是这个东西已经是我们大家都熟悉都知道的了，所以我一提你马上就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么对于这个他引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因为犹太人本身有些概念就在旧约里面都是有的，它不是说这是新的东西。当然到了这个希腊罗马，他们有他们独自的东西。那么你说他用希腊文在写的时候，他没办法，他只能这样做，因为他如果用就比如说你说这个议会罗马议会，其实犹太的会堂里面他们也有议会包括这个讲的福音大好的消息，你说旧约里面也有传福音报喜信的人都有。所以但是因为新约他要决定要用希腊文写成，所以他就一定要借鉴希腊的这个就是不管是概念也好，所以你包括约翰用的这个 logos 这个道都是希腊哲学里面的这个思想。那的确是有一个就像你刚刚提到的一个可能性，就是人们会误解。但是呢，他们为什么敢这样用呢？就像我说，那是因为他们都在那个处境里面，他一提到这个，大家就知道是在说什么，他们不怕会有这个误解这只是咱们可能会有误解对，就像我说911，你可能不会有误解，就是这样。对，所以这个是是当时的第一批的直接的读者，他们可能在读到的时候，不仅没有误解，反倒他们可能会有透过这种强烈的对应，能够回到这个旧约的这个应许上就是看到这个弥赛亚是作为君王来到这个当中所以这个可能反倒会这种对比会加深他们的这种理解，而不是混乱周弟兄嘛，你有问题吗？老师，我想问一下，路加福音当中的这里有一个传道人，还有一个就是像他们说那个道，都是讲上帝的道吗？你说什么道？你说什么哪个地方道？尤其是在第4集那里，使你知道所须知道都是确实的。这里这个道是不是对应着约翰福音当中的就是道成了肉身的那个道？那不是，是相对应的是这样的就是他用的词，就这个道本身，这就是话，就是言语嘛，说的话，这个 logos就是我的一个这个所说的话，或者是这个有他前面当然你可以这样，就是说对约翰来说，他把这个道跟这个基督这个连到一块儿是就是非常非常直接的，就说这个是从希腊的这个思想里面就是这个哲学的这个思想里面做的这样的一个对应。路加不一样，路加他更多了就是我们后面会特别讲到说路加会强调一个路所以道和路是两个。那他把你会发现我们中文翻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翻译是有时候把路也翻译为道那么他会把教会也翻译为这道，其实原文是指这路所以对于这个路加来说，他讲的这个道和路更多是指向一个群体，更多是指向这个教会的，他跟约翰的使用还有点差别对，所以我是觉得可能只有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才能够就是说真的把这个道，因为这个道本身在当时就是也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字，就是说就是讲的话，就是说话，就他说他说话的时候也是就这个字所以就是指人讲的这个话但是真正把这个概念跟基督连到一块的，还是到了约翰那里所以路加更多是联系到教会那里，后面我们会看就是我们翻译最英文的话就是 the way 就是那条路就是路加福音一开始提到的修直他的路，那这个路后面是提到是这个教会有时候我们也把那个路也翻译为道所以这个是中文翻译的问题。但是
第4节里面这个的确他用的就是 logos， 好，就是道，所教导的这个道啊，是。老师，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一直在讲到这些犹太人啊，包括然后就有一个题外的问题啊，就是不可能，就是我想，这个撒玛利亚人啊，在耶稣时代本身就被犹太人排挤的嘛，他们是混居产生的后代嘛，也是被称为不洁净的。耶稣就打破了这个，他去跟撒玛利亚人有一个这样的关系建立。那么从老师这边你看的话，撒玛利亚人整个在这个时期中，他们的状态是怎么样子的？你说当时撒玛利亚人的一个状态？对，使徒时代，对。使徒时代撒玛利亚人的状态就还是，因为你看那个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第4章是吧，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就能看到他们跟犹太人还是比较一个隔阂的状态，就是他们不那么被接纳。犹太人去撒玛利亚，但犹太人不走撒玛利亚，他从加利利也去耶路撒冷，他要绕撒玛利亚走，因为撒玛利亚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这个混血嘛，是吧？是的，所以他们不那么被认为是一个所以这个后面我们会讲使徒行传的时候提到1章8节，特别讲到圣灵降临从犹太群体到撒玛利亚，特别要提到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我们会讲什么叫直到地极。所以那个是跟着就是说从每次提到撒玛利亚的时候，他更多是在强调一个身份，一个种族的身份，因为他不像犹太人，也不像外邦人，他是混血，所以他是另外一个类别。那这个类别也可以成为神的这个百姓。所以后面我们会看到说，犹太人、外邦人、敬畏神的人，还有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所有的人种都包括在里面了。对，谢谢。是这个后面我们会看哈，那是路加写的很精彩的地方，就是他一步一步的，先看犹太人，纯犹太人血种，然后是半犹太人血种，就撒玛利亚人，然后是完全都是纯的这个外邦人。所有的不管你是什么血种，这个血统的，都可以成为神的百姓。好吧，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吧，大家还没什么问题？我还要请说。还要补充问一下，就是因为就是这个1级到4级那里嘛，前面是一个传道人，对不对？到4级那里所给你讲的那个道是确实的，他这个传道人和我们现今就是新约教会当中的说，你是在教会当中做服侍的传道人吗？这个传道是是这个见证者。老师又卡了吗？是我卡了还是他卡了？我不知道。那就没卡啊。就是你这个传道人，那你看你怎么解读哈。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啊，因为传道人就是传主的道嘛。他在这个原文里面就是指传承这个道的人，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道他也用的也是这个 logos 啊，就是传给我们的，就是透过这些见证人把这个道给我们的。那我们传道人不也是一样吗？就是道的见证人嘛，是吧？虽然我相信他那时候说的传道的人跟我们现在传道人可能还不大一样，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我觉得是可以这样认为。好像原文里面用那个词是见证人跟仆人的意思。对，见证人，但是他更多是讲就是传这个道的见证人。对，关于道。对这个道的见证人是吧？我对这个传递这个道的人。请说，还有什么问题吗？你说。因为我看了一下，他这里希腊文的原文的解释是，就是有口才的，有知识的。
然后呢？就是不讲粗俗的话，他的知识的话也不粗俗。他就是指见证人，还有仆人，就是帮人助手。不是者。对，你再看一看见证人和助手或者仆人。于姐妹，你还有问题吗？你可以问。我说我还有一个问题，对，就是刚才路加福音1到4节，您说那个写作风格是比较像之前的那种比较古希腊历史书常用的那种风格吗？是因为他的写作对象的原因吗？因为您说第5节之后他就开始转向，是70诗译本的风格吧？对，他是为什么一看前面4节要这么的正式官方？是因为他要呈报的是那个提阿非罗大人，是这样的用意吗？不是，我觉得他一开始是模仿比如说当时的历史学家写历史书的样式的一个开头，所以当时的人如果一开始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感受就是我是在读一本历史书。就是说这是一个写历史的就是一本历史书。但是呢，他从第5节开始用70诗译本的时候，刚才我讲嘛，就让我们看到说，这不是一本世俗的历史。就是如果你读前面几节，好像就是像那个其他历史学家写世俗历史一样，但是他从第5节开始刻意的模仿圣经的这种，其实是一本圣经的风格，就让我们知道说他写的历史是救赎历史。而不是简单的世俗的历史，所以他是用这种文体的变化来让我们意识到说他现在写作的内容是就是跟神相关的救赎历史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对。所以就是前面那一段是为了吸引读者，或者是让读者没有设防吗？不知道。这个就不知道，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他一开始写就是这就有点像我们我不知道就是你可能看一些小说，他开篇的时候说什么在哪皇帝或者是谁谁谁，就是名字年号都是对的，就让你以为那是真实发生的，其实不是，后面都是他编的，是吧？他给你前面写了一个说在谁谁谁皇帝什么什么几几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些小说不都这样干吗？他给你这样的一个背景，让你觉得说哎呦好像是像个真的一样然后呢，其实他是在编故事，但是这个我觉得有点类似，就是说就是说路加一开始写的时候，让你觉得他在写历史，就是所有人都认为你是在写历史，但是后来他的目的是让你知道说，我写的历史是这个切切实实发生在你看，包括提阿非罗这些，这真的是发生的历史，它不是一个假的，而且呢还是神的救赎历史。对，就是让我们看到说他的一个写作是基于真正的历史事实的，基于这个世俗历史的，来展现出神的救赎历史这个很关键，就是他把这两者结合到一块儿了而不仅仅说我就是只是写神学或怎么样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很多这个神学家或者是牧师你发现他写作的时候，他要跟那个世俗对话，他就要用他们的语言来跟他们建立一个共同的桥梁然后在那个基础上来去展现信仰是什么，对吧？所以他可能会有这种交流就是先用他们可以理解的方式来去说然后再引入信仰这个我想是路加他最主要的目的了。当然也不乏就是说他向大家展现他希腊文很好让大家知道后面的希腊文的那个风格不是他的一般水平所以说那个所以到使徒行传就不一样了使徒行传的希腊文就很难了。所以如果你看如果你要学希腊文的话，其实最难的就是使徒行传，就是路加写的希腊文是最难的。对，所以非常非常的优美。对，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特点。老师，我有个问题，用一个比喻来说一下，就是刚才那个姐妹和周弟兄
他说前面一章1到4节和后面的之间的一个关系。我觉得你如果在教会证过道和你在网络上布道这个差异，你一下就明白这个事情了。你在教会证道就是讲，就相当于从第5节开始。哎，对，你在网络上布道就要前面4节就要讲，明白吗？对，就是布道和正道的差异，你一下就明白。布道你要面对很多人是不信的人，对，那你正道你主体是牧养自己的会众，OK， 就这个差异一下你就明白，就是陆家为什么这么干，因为他的受众其实前面4节绝对不是可有可无，也绝对不是仅仅针对提阿非罗大人。OK， 我的补充一点。是，谢谢杨老师，是这样的，对。老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哈。请说。就是为什么那个七十士一本他们也都是犹太学者当中很顶尖的这些大学士们，为什么他要用那种方法来翻译七十士一本，而不用这种很高超这个文学的方式来翻译七十士一本呢？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七十士一本它的翻译呢，就是这个希腊文本嘛，因为希伯来文的这个文法比较简单啊，就是说从这个语言本身来看，希伯来文的文法比较简单，所以它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就是比较简短啊，它的句子都是不像这个希腊文英文有点像从希腊文过来的嘛，所以你会看到有各种各样的从句，就是从句加从句，它可以搞一个很长的句子。希伯来文的风格本身都不是这样啊，所以说它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也就仿照了希伯来文本身的这个文法，就是它的语法就是比较简单，对，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对。目的就是为了忠于那个希伯来圣经，忠于原文的意思，对吧？我估计是这样的，对，因为你想嘛，它本身希伯来文它的这个文法没有，它很少有这么样的这种长句，这个复杂的句子啊，所以它翻译过来的时候也就比较简单的翻译了，对，所以对，如果你们学过希伯来文，你们就知道希伯来文它呢它可以有很短的字加前缀加后缀来表达一句话的意思，是吧？所以它的字就是它的句子可能就是比较短，但是它意思可能表达很丰满啊，所以这个跟希腊文有点不大一样啊，所以这是这个区别啊。但是它翻译过来的时候，因为它希伯来文本身那个句子没那么长，可能比较短嘛，所以翻的时候也就没有翻那么复杂。